这一块呢，这条边呢是臀裂，臀裂上边这里是起点，那么臀裂的起点呢在骶骨棘突上，骶骨上面的这个小棘突呢构成的是骶正中棘，上面最容易看到的呢是它的肩胛骨，从肩峰的这个位置，这是肩胛骨在体表可见的部分。好了，剩下的呢是不可见的部分，不可见的部分呢我们就要靠猜测这个区域这个部分的形状，它是由胸腔构成的。就这一小部分是胸腔构成的，这一小部分也够我们用了。那么这节课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模特的骨骼部分，先找它的中线，第七颈椎。有了中线，我们就可以大致确定它腰椎的位置。你画太细了，它不像，它不对；画太宽了，看着也不合适。我们大概就给它画这样的一个宽度，看起来比较恰当。髂后上棘在体表形成的这两个窝，我们可以确定髂后上棘的位置。然后通过髂后上棘向前延伸，在体表上呢也是略微有一些痕迹的。我们可以根据这些小变化去判断髂棘的趋势，髂棘的这个边缘在哪里。这一块呢，这条边呢是臀裂，臀裂上边这里是起点，那么臀裂的起点呢在骶骨棘突上，骶骨上面的这个小棘突呢构成的是骶正中棘，我们知道一下，大致的了解一下就可以。然后骶骨整个其他的部分呢就在体内，在体表上看不到。这个是尾巴骨、尾骨，在体表内侧。髋臼窝大概在这个位置，髋臼窝后边的这个圆坐骨在这里，这个是另一侧的坐骨，另一侧的髋臼圆。然后这个就是它骨盆大概的造型，我们通过体表能够找到的一些痕迹，那么再呢逐渐把它看不到的部分猜测出来，就构成了它骨盆的大概构造。这个髋臼圆呢可以通过大转子的位置来判断，大转子呢在体表这个位置，然后呢接的这里是这个股骨颈，然后再接的是股骨头，股骨头嵌入到这个髋臼窝里边，在这里可以稍作了解。接着往上，上面最容易看到的呢是它的肩胛骨，那么我们先去猜测它肩胛骨的造型，从肩峰的这个位置，这是肩胛骨在体表可见的部分。好了，剩下的呢是不可见的部分，不可见的部分呢我们就要靠猜测。肩峰这里稍微宽一点，然后再往后的肩胛岗呢上面有一个小的凸起造型变化。肩胛岗和肩胛骨面衔接的这里呢有一个衔接的结构，一般情况下它处在暗面，可以稍微给它交代一下。现在画的这里是肩胛上角，那么肩胛上角呢在体表一般是不可见的，所以我们在找体表标记的时候很少去关注它。这里是关节隅，构成肩关节的一个主要部分，和肱骨头构成的球窝关节比较灵活。肩胛下角，肩胛下角的这个位置的厚度呢，应该是由肌肉构成的，那它骨头的造型呢，应该再往上一点点。我们把它确定在这里。OK， 这个是它的左侧肩胛骨，然后看一下右侧，肩峰、肩胛岗、肩胛骨的内侧缘。因为这个肩胛骨在向内移动，所以呢，它离中线比较近。肩胛上角，稍微修整一下肩胛骨的造型。好了，以上呢就是它在体表比较容易看到的部分。那么接下来我们画它的胸腔，它的胸腔呢在体表可见的部分比较少，在这里我们大部分就得靠猜测了。那么它的第七颈椎在这个位置，那么第七颈椎呢和第一对肋骨后边大概在同一个水平线，所以说我们可以把它的胸腔上端的边缘大概确定在这个位置，然后下边呢胸腔大概和骨盆之间有一个拳头的宽度，也可以确定在这个褶皱产生的地方，这是它的胸腔的下端。那么胸腔我们之前的大部分画的都是前面的啊，前面的一般是什么形状呢？前面的一般都是开口比较大，胸腔下边的开口
轮廓变化比较明显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形状。后边的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后边的这个趋势没有那么强烈，它比较平，跟前边的这个边缘相比呢，后边的稍微平缓一些，大概可以画成这个样子。然后在它的身体轮廓处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区域这个部分的形状，它是由胸腔构成的，就这一小部分是胸腔构成的，这一小部分也够我们用了。那么排除掉皮肤、脂肪和肌肉的厚度，大概我们把骨骼的形状确定在这里，然后按照这个弧度的趋势，我们往上衔接，逐渐往上走，往上走，大概和上面接起来。另一侧同样，另一侧应该再倾斜一点，然后也是留出来它和皮肤外轮廓之间的距离。然后它在前面的这个轮廓呢，在透视的状态下应该大概是这个样子，但是我们现在可以不用画它。我现在画的这里是胸椎的宽度，再来完善一下它的造型。再往上就是颈椎了，颈椎呢再往上，在体表无法观察到。胸腔呢是由肋骨构成的，然后肋骨的后边在大概是这个位置，它会有一个转角叫肋角，然后肋角呢大概构成了一个转折，我可以把这个转折呢大概交代一下。好的，那么以上呢就是这个模特它的骨骼构造，我们通过外部形态推理出来的一个比较接近准确的这个骨骼结构。下节课我们来分析一下它的其他的软组织。